各位，美國總統川普盼星星盼月亮，傻老婆等漢子，就是要見習近平。終於中國終於鬆口了，批准川普訪華了。但是呢，世界各國的媒體都認為這個川普這次很丟臉，而且呢，這次川普手裡邊什麼牌都沒有了，台灣是他最後的籌碼。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利坚合众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於5月13號至15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你們誰見過一個超級大國的總統在出訪前的幾天，對方才批准，才官宣說我讓他來了？那都是提前好幾個月把這個日期定下的呀，對嗎？各位，你見過這麼丟臉的嗎？連紐約時報都認為美國媒體集體破防啊。之前呢，川普喊着要5月14號到15號訪華，還打算帶一堆美國的企業高管去，美方呢又是預熱又是造勢，恨不得全世界都得知道這次訪問有多重要。結果轉頭一看，中國這邊的反應冷淡，特別冷淡，就輕飄飄的一句中美雙方保持溝通，半點期待的意思都沒有。那這一下美國媒體反應過來了，說現在的中國人早就不把美國总統訪華當什麼天大的事兒了，更不會覺得美國來個人就是賞臉。說白了，中國的心態早就從過去的仰視美國變成了現在的平視，甚至帶着理性審視的態度。美國還想靠訪華拿捏中國，還想端着從實力地位出發的架子，早就沒那個底氣了。這兩邊的態度呢，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美國這邊剃頭挑子一頭熱到發燙，中方呢那邊卻冷到結冰。明眼人一看就懂，現在的中美關係早就不是以前美國那個說了算的樣子了。而且呢，這個川普呢還搞不清自己吃幾碗乾飯。根據法國媒體的說法，這川普訪華呢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秀。5月9號，法新社爆出猛料，直接就撕開了美國的遮羞布。川普的這趟訪華根本不是去尋求平等合作的，而是想要在中期選舉之前從中方撈取些好處，以此來当競選的籌碼，而且什麼都不想要付出。川普的這次訪華就是典型的一場政治秀。而且呢，中國的網友呢都驚了，說这個川普他是把家都搬到中國去了嗎？近期多名網友拍到美特勤局車輛在北京機場高速公路和3環路附近行駛。照片顯示，車輛後方掛着寫有美國政府僅限公務使用英文字樣的車牌。還有網友在北京上空拍到 C-17運輸機，外媒稱已經有7架約500多噸物資運抵中國。與2017年特朗普訪華時僅有2架運輸機相比，本次訪華的物資運輸量似乎有大幅上升。80年代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對中國訪問，他只是一個國務卿來了多少個保鏢？80-90個保鏢。總統的話，他是全套的。他要確保什麼呢？總統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包括到我們中國，他等同於在100%的美國的控制之下，他能夠隨時發動對世界任何地方的戰爭。原來我參加過美國老布什總統對中國進行訪問，釣魚台所有的都給他安排好了，到最後1分鐘他會開大卡車來，把所有的地毯、窗簾、床上的用品家具通通搬走，全部換上美國運來的東西，連水什麼的都必須要換成美國運來的東西。為什麼呢？第一個，我覺得他可能自己的陰暗面比較大，
是吧？他一定覺得別的地方都不可靠，別的供應都不可靠，他必須自我能夠控制住。另外一個，美國人到中國來的話，他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個所謂的氣泡裡邊，這個氣泡跟外界都是隔絕的。有中國的網友就調侃說，這個川普啊，這把他的那個直升機都運來了，還打算在北京飛個直升機啊？中國能讓他飛嗎？啊，有人說川普把他那個莊園裡的黃金馬桶都運來了，有中國網友就直接問說，川普這是打算賴在中國不走了呀？中國只要是不給好處，不買美債，不买美国的大豆，不把伊朗给那個壓服了，他就不打算走了，是準備賴在這個北京了是嗎？那幹嘛弄這麼多東西來啊？好吧，這次啊，川普呢其實是試圖復刻一場極限施壓加空手套白狼的政治秀，但是中国啊这次呢拒絕配合演出。因為川普的訴求清單呢，暴露了其只取不給的本質。法新社暴露出了訴求，每一項都是單項索取。一是波音與農產品，是要中方呢出手緩解美國的制造業和農業州的經濟痛點，直接兌換成中期選舉的選票。二就是芯片汽車金融領域的營商環境，是為了這個在華的美國企業爭取更確定的監管的預期，而完全不提如何回應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市場准入公平性的這種對等的關切。三是供應鏈去風險而非脫鈎，更是美方單方面設定的議程，要中方配合其所謂的安全敘事，卻不承諾撤銷任何實質性的制裁和關稅的壁壘。這份清單呢，等於說把這個交易型的外交底牌全都攤在了桌面上，我急需什麼你就得給什麼，但是我能給什麼一個字都不提，這不是談判，這是勒索。中方呢看透了這套劇本，選擇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應對方式。外交部一直在溝通的冷淡表態，既保持了開放的姿態，又堅決不給時間表，不做預期承諾，不官宣，不承諾，不制造過高的預期。最終即便只是一場低調的工作溝通，中方也沒有付出任何的實質代價。這場博弈的底層就是兩種政治邏輯的根本的錯位了。那美方現在手裡邊的籌碼只剩下台灣了，賴清德在瑟瑟發抖了。今天外交部公布了特朗普訪華的消息，國際社會一直非常關注，這也是今年國際外交上面一件大事情。因為首腦外交，中美首腦外交，一直是對於引領中美關係，它發揮着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作用。這一次訪華呢，有那麼幾點是值得我們被關注的。一個就是從政治層面上來講，這個台灣問題還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中的核心，這個問題回避不了。美方呢，實際上一些強硬派也特別擔心。特朗普這次來華，在對台關係上面有一些不利於他們的表述，但是我覺得台灣問題回避不了，是吧？特別是這段時間以來，美方也釋放錯誤的信號，在售台武器方面變本加厲，這個不利於中美關係的問題。實際上，我們從現在看，你每次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戰爭，這一塊武器出口非常關注，那你像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你在這個售台武器上，你還這樣的話無所顧忌，那國際社會怎麼看？所以台灣問題是回避不了的。在川普訪華之前被中國制裁的那個盧比奧這次也不知道中國讓不讓他入境啊。中國如果是蔫不悄的讓他入境的話，可是有點丟臉啊。
那个卢比奧狂言啊，在川普访华之前，这个解放军不要破壞台海的穩定。結果呢，解放軍馬上就把這個軍艦第一次開進了澎湖列島周圍，這是直接就打美國的臉吶。說實在的，中國已經不在乎美國了。如果你不拿出台灣的這場籌碼來，川普你還想做一個短期可視化能寫在競選廣告上的這種秀，比如說波音大單簽字儀式農場主的歡呼畫面，而中國可不配合你搞這個演出啊。中國要的是你長期結構性的尊重與公平，技術封鎖的放鬆，主權紅線的遵守當中國看透這一點以後，最佳策略就是避免淪為對方的競選道具。如果一場會晤注定無法在核心分歧上取得進展，那麼就讓他以低調的工作訪問，甚至是延期的方式來結束吧。遠比搞成一場讓美國單方面收割政治紅利的大秀要好得多。本質上呢，其實中國在這用戰略耐心來對抗競選時鐘。川普的時鐘走得很快，中期選舉是硬節點，而中國的時鐘呢，在於國家發展的長遠的節奏，並不急於在某一個時間點達成交易。這種時間感上的不對稱，讓中方有足夠的底氣和籌碼，等待美國提出一份真正的體現平等、互相尊重的談判方案的時候再說吧。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談。